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过年这段期间，有空的朋友可以来做一点小点心。今天分享的黑糖桂圆馒头就蛮有过节的气氛。自己做的黑糖桂圆馒头不会太甜，满满的桂圆馅料，不仅好吃，也很健康哦。准备45克的黑糖，这个是没有添加焦糖色素的黑糖，所以做出来的不会有很深的颜色。有人说把黑糖先煮过，颜色会比较深，不过我觉得糖的分量增加，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。先加入一点水一起煮，开中火加热，煮滚之后呢，再让糖继续的煮到焦糖化。煮糖的过程会不停的冒泡泡，散发黑糖的香气，这个过程真的很疗愈。渐渐的，黑糖会开始变得稠稠的样子，我们继续让黑糖煮到浓稠状。大概像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。接着把剩下来的热水倒进来，继续的煮到融合就可以了。然后用一个过滤网过滤一下杂质，把这些黑糖水倒出来放凉。你也可以放在室温下降温，也可以等凉一点移到冰箱降温。这里呢，准备中筋面粉跟一点高筋面粉，把盐先加进来混合均匀。现在黑糖水差不多降温了，来测量一下。做馒头最佳的温度30到35度之间。我们把黑糖水先放到面包机的内锅里面，接着再把所有的面粉放进来。我今天用的是新鲜的酵母，如果你吃馒头容易胀气的话，可以用这种酵母跟老面来做。酵母分成小块状，直接的放进来。我今天是用面包机来揉面，会比较轻松。你也可以用手揉面，不影响比例。馒头是属于水分比较少的面团，有机器的话会省力很多。等成团了之后，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。喜欢馒头光亮一点，油脂可以多一些。最后面团都成团了，就差不多了。把面团倒出来，用手揉捏成光滑一点的面团。不用揉得很光滑，像这样凹凹凸凸的没有关系。先让面团休息5到15分钟，面团就会比较光滑一点。还帮面团盖一下棉被，预防水分流失。这边准备一点桂圆，桂圆不要洗，味道会跑掉哦。刚刚用剩下来的黑糖水可以加进来泡一下。如果你想增加一点酒味，也可以用一点威士忌泡一下桂圆，稍微挤压一下，让桂圆吸收进去。现在面团已经休息好了，可以开始来擀面。我会把面团先分成2等份，这样会比较好操作。力气大的人也可以一整份一次擀平，还没有擀的那一份，记得要先盖一下，放一旁休息。擀面棍由中间压下去，往前擀开，然后面团转个方向，再擀平。由中间再往下擀，把面团尽量的擀平，翻个面，再来一次。另外一份也是一样，尽量的擀成等长。我力气小，还是拿出压面器来帮忙，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利用压面器反复的压平，直到面片变得光滑的状态。没有机器的人呢，也是一样，反复的压面，休息一下再压，直到光滑为止。面片会越来越长，把面片折成3折。边缘的地方拉平，像这样压一下，粘合住。接着再用擀面棍把面片压平，粘合，前后左右擀开，尽量擀平整一点。擀不开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再擀，让面片休息松弛一下。正面擀过之后呢，翻面再来擀，让2面都擀到平滑。其实做馒头还蛮有趣的，看到原本只是小小一份面团，最后可以擀成这样一大片。虽然市售的馒头很便宜，但是成就感是用钱买不到的哦。好了，再翻个面，继续的再擀平，直到我们要的大小。最后完成的大小大约会是40公分长、25公分宽左右。尾端收尾的地方，这里要再擀平一点，比较好收口。
大概像这样薄薄的就可以了。现在桂圆也泡开了一些，已经可以使用了。在面片上涂抹一些水，这样卷起来的时候会比较好粘合住。接着呢，把桂圆平均的放上来，记得前后端的地方不要铺料，这样会比较好卷。大家不要像我这样汤汁太多会不好卷哦。前端的地方可以涂抹一点水，会比较好粘合住。像这样顺顺的慢慢的卷起来，压一压，一边卷要一边压，这样才不会松开。记得要随时注意平均度，不然卷好的面团会歪歪的哦。这里呢再压一压，如果你感觉有一点空心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卷。现在呢，到了收尾的地方，慢慢的卷起来，粘合住，再度确认一下有没有平均宽。如果收口的地方干掉了，可以再上一点水，继续的卷上来。收口的地方呢，可以这样向下压，调整一下面团的平均度。如果有空心的话，这时候也能调整，把空气挤出去。我这里呢有一段没有卷好，就牺牲一下切断。剩下的部分每一份都切成5公分长，先做一个小记号。接着用刀快速的一刀切断。侧面看一下，每一个桂圆馒头的样子都有满满的桂圆哦。把这些切好的馒头生胚放上蒸笼，前后端不整齐的部分也可以一起蒸，不影响。我一笼放4个，这样才不会很挤。先记住这个大小，等大约发到1.8倍大的时候就可以蒸了。你可以找一个温暖的地方来发酵面团，也可以用电锅来发酵面团，或者是煮一锅60度的热水来发酵面团都可以。我是用蒸炉设定38度，发酵45分钟左右，时间只是参考，还是要依照实际发酵的状态来判断哦。等馒头发酵好了之后，可以煮一锅水来蒸馒头。因为我一次只能蒸4个，这一笼呢就提早拿出来蒸。提早蒸的话，这一笼馒头就会偏小一点。好了，盖上蒸笼盖，水大滚的状态下来蒸馒头。我会在盖子旁边夹一根锅铲来透气，让空气流通，这样馒头比较不容易回缩。我大概蒸12分钟左右，先确认一下馒头的状态，然后慢慢的开盖。如果一下就开盖，馒头可能就会马上回缩哦。像这样维持1分钟，确认不回缩就可以完全开盖了。好了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黑糖桂圆馒头就完成啦。这时候呢，把馒头拿下来散热一下，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。继续的再蒸下一笼。好了，这一笼也蒸好了。胖嘟嘟的样子，感觉就很好吃。这次呢，因为前面馒头没有卷好，有一小份馒头歪歪的，不过一样很好吃。人生嘛，还是过得去就好。像这样小小的也很可爱啊。看到一圈一圈螺旋状的馒头里夹着好吃的桂圆，样貌可爱极了。虽然黑糖的颜色没有很深，不过这就是真正不加色素的黑糖颜色哦。馒头压下去很有弹性的样子，口味吃起来呢，满满的黑糖香跟甜甜的桂圆风味一拍即合。果然是自己包的桂圆黑糖馒头，放料不手软，不会太甜，超好吃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试试自己做馒头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